们好，欢迎收看感性工学之分类方法。本单元要为大家介绍感性工程的分类与流程。先介绍感性工程的原始模型。第一，选择产品领域，把目标产品跟客群选择出来。接着分两个步骤同时进行。左边跨越语义空间法，是以收集情感描述产品的词，透过句类分析图或是亲和图来减少词的量。右边跨越产品属性的空间法，是以收集研究产品的设计属性，然后由设计师认为可以对情绪反应产生影响的属性为优先。之后往下的步骤合成，是使用统计的方法将产品属性和填写词之间产生联系，发现影响填写当词的产品属性。接着是有效性测试，这个步骤主要分析用于第一组成分上定位的填写当词，并作为实验基础。最后是模型建构，在验证之后提出几个最终模型，都会把产品属性和每个填写当词联系起来。随着感性工学的发展，马加里跟斯楚特等人将感性工学分成了6种类型。第一类型，类别分类法；第二类型，感性工学系统；第三类型，混合型；第四类型，数学方法；第五类型，虚拟型；第六类型，共同合作型。感性工学第一类型是最容易理解与介绍的，在这个部分将会详细介绍感性工学的第一类型，其他感性工学的类型也是从第一类型去改良。感性工学第一类型的概述为将产品的主要概念细分为更多更详细的子概念，并将其扩展到多个级别，再根据产品设计的物理特性进行分析与解释。感性工学第一类型的操作流程分为5个步骤，我们将一一说明。第一步骤为确定目标市场和群体，例如儿童或成人、年轻女性或年轻男性。当目标市场确定后，我们可以进入第二步骤，决定用哪种产品概念为客户开发新产品。我们可以透过调查和研究目标的生活方式或其他方法来完成。例如，你可以通过咨询技术选手、经验丰富的研发人员，并收集大量数据来确定概念。接着来到第三步骤，将产品概念逐步解构，直到可以正确分配设计的物理特性，并以树状架构的阶层概念来呈现整体的与细部的组成关系。第4阶段时，产品概念已变得更加详细和易于理解，这时我们就能够确定新的产品的重量和形状等物理特性。然而，即便已经确定了物理特性，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准备好设计新产品。故在最后这个阶段，我们必须将先前识别的特征，透过这个阶段来将这些特征转化为技术规范。以流程图来表现感性工学第一类型，类别分类法如图所示。举个小例子，此例子来自于 Innovations of Kansas Engineering。在这本书中，第一个步骤与第二个步骤，我们先假设我们的产品概念是对人友善，在第0阶层则定为对人友善。这里我们可以使用 KJ 法来辅助我们发想和整理，如在单词 KJ 卡上写下描述这个概念的所有单词，根据相似性对单词进行分组，并给出每个组的标题。第3步骤则可从图中看出，在第一填写概念中，为人本友好的概念创建了2个组。让我们假设这些组的标题分别对所有和简单的友好概念。在这个阶段，人们仍然不知道友好的产品会是什么样子，因此
每组中的卡片会被分类并部署到描述每个类别的更低阶概念，通常会一直向下分类，直到可以正确分配设计的物理特性。接着来到第4步骤，与左图相比，右图中的概念变得更加详细和易于理解。在这个例子中，当我们到达左图这个阶段时，我们就能够确定新产品的重量和形状，例如轻便、易于携带等。我们可以将概念和技术词汇联系起来，通过功能简单或自动化等关键词来确定它将采用何种自动化方式。从简单的外观、轻巧和易于携带的关键字，我们可以定义外观设计；而从明亮的色调，我们可以得出外观设计的颜色。即使在第4步骤已经确定了物理特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准备好设计新产品。在这个阶段，我们只识别其特征，接着进行到第5步骤，我们需要将这些特征转化为技术规范。例如，为了实现步骤4中所出现的自动化概念，我们需要基于过去的模型和下一个新的功能级别，开发新的自动化机制。在设计方面，我们必须通过试验和实验来确定，例如按钮应具有功能的大小和种类，以实现易于理解和易于推动的概念。这就是使用感性工学 Type 1方法，有助于将低阶概念组织成细节，并达到物理特征的级别，然后将它们转换为技术规范级别。在这执行步骤中，可能会促使新的设计与发明。介绍完感性工学第1类型后，我们将会来简单的介绍其他类型之流程图。由于之后的类型是从感性工学之第1类型下去做延伸，所需更多更复杂的背景知识，且会依照不同专案去使用不同的系统。所以我们会在这里先为各位同学介绍这些类型之概念，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再查询相关知识。感性工学类型2类似于类型1，因为它们都是从 Kensei 概念开始的。然而，它们的类型1不同之处在于使用称为感性工程技术或翻译技术的方法，将 Kensei 概念转化为物理特征。这里它被称为设计要求或设计元素。这张图简单的展示了感性工学第2类型流程图。感性工学第2类型是将消费者持有产品的图像或 Kensei 翻译成有形产品设计元素的技术。感性工学第2类型又称为感性工程系统。典型的感性工程系统是由4个数据库所组成：感性单词、分析产品的图像、设计和颜色以及知识，主要透过电脑资料库的运算得到我们所需的资讯。内部的组成架构如图。感性资料库主要建构感性词汇空间，首先大量收集词汇，再以简易问卷由受测者填答筛选词汇，以 SD 法搭配产品进行评估，所得资料再以因素分析建构出感性语汇空间，便可进一步投入感性资料库。意向资料库是将 SD 法的评估资料以数量化的统计技术分析出量化资料，目的为取得感性语汇与设计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并由数据资料判别出特定语汇存在贡献性的设计要素。第3类型 Hybrid 被称为混合式，因为这系统既有前向推论式感性工学与逆向推论式感性工学的特征。前面介绍的2种类型皆为前向推论式感性工学。感性工学第3类型是一种透过数学模式
推算出输出与对应感性语汇的结果。设计师先使用前项式系统取得符合期望意向的形态要素作为参考资料，再将初步构想阶段的设计稿交由电脑分析判定出对应的感性意向，借由此过程逐步修正出符合消费者心理感受之设计。使用混合感性工程系统的优点如下：设计师能以一个简单的方式决定新产品的产品概念，如其输入正向的 CAD 工程系统，快速得到一个设计概念。二，设计师还可以添加自己的创造力，根据想法绘制产品草图，然后使用逆向的感性工程系统来了解 CAD 的种类和草图的规格。三，通过连续使用前项和后项系统，设计师能够设计出与 CAD 完美匹配的产品，并可以增加产品之创造力。第四类型是 Mathematical， 数学模式是在不考虑尺度库前提下所建构的。这套模式能够从感性词汇中得到人因的结果。在计算过程中，数学模式意味着它扮演与尺度库同样角色的一种逻辑。第五类型的 KE 也称为 VIKE， 虚拟感性工程，使用虚拟实境技术向用户模拟 3D 环境。它是电脑系统与虚拟实境的结合，利用虚拟空间资源的经验，帮助用户选择产品。左边的系统代表感性工学，右边的系统代表虚拟系统。首先，消费者回答有关他们生活方式的问题。该系统提出了适合用户感性的环境，并使用一个数据库。该数据库来自于多名用户在虚拟空间所产生的感受。若消费者对虚拟空间感到满意，便可以将此产品实施出来。第六类型的感性工学使用网际网络来协助开发工作。这种感性工学的好处如下：增加对计划的承诺，参加者之间的合作，提高产品开发速度，增加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讨论。许多人的有效参与促进了项目的多样性。它是一种使用软体在群组上或网际网络上进行协作的类型。在这种情况下，让客户和设计师有互相讨论观点的机会。使用网际网络可以建构一个专案的群组，它具有智能系统和 CAD 数据库。这种结构对加入许多设计师的工作很有帮助。如前所述，这种类型的 KE 的好处，例如参与者之间的协作、效率、产品开发速度、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更多讨论，以及许多人的有效参与，为计划提供多样化的想法。课程做最后的总结，透过第二章的介绍，各位可以学习到如演化般的感性工学方法，从原型的流程一步一步推演出更符合当时的科技方法，一直到现在的虚拟实境和网络，为感性这类不确定的资讯转为具体的、值得信赖的数据，不只在产品设计上，还有将来在人工智慧上也能使用。下章节介绍实际操作应用上，以介绍其他人实际应用的文章为主，来教各位他们是如何操作的。那下堂课见。